2023年下半年 ，City Walk 火爆出圈，但除去街头漫步外 ，City Ride 也正在成为新的潮流，骑行运动再次火热。你身边有朋友是今年入坑骑行的吗？某东数据显示，618自行车销量同比暴涨500%，热门车型订单甚至直接排到了明年。高端自行车店老板们的腰杆子也是越来越硬，但很多刚入坑的骑行小白就很疑惑，自行车在网上买靠谱吗？该注意些什么呢？小白第一台车应该是选山地还是公路？入门自行车需要多少钱？有人说2000，有人说1万，为什么都是一个车架2个轮子，不同自行车价格差距可以这么大？买高端自行车真的是智商税吗？大家好，这期视频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为观众精心梳理多份自行车入门指南。我会按照如下结构顺序，为大家详细讲解和介绍新手入坑自行车所需要知道的一切，内容非常细致，对于小白入坑十分友好。其中也会穿插讲一些实用骑行经验，即使对于进阶骑士也能有一定查漏补缺作用。在制作视频的同时，博主也撰写了一份万字 PDF 知识手册，感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置顶领取。这次是真的很累，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，博主真心建议，入手第一台车可以考虑在某鱼购买。因为很多人想骑车都是跟风，要是没骑多久就弃坑，就太可惜了。每年都有大量小白心血来潮入坑，最后车辆闲置出二手，8成新的价格往往只有新车的一半。如果你暂时预算不是很足，或者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骑下去，可以先去某鱼看看有没有新车型，即使转卖也不会亏太多。自行车种类繁多，可分为山地车、公路车、Gravel、砾石车、折叠车等等不同类别，而山地、公路又衍生出多种细分场景车型，不同人骑行需求不同，前期买错车对后续骑行影响都非常大，甚至会有车选错了，一直找不到骑行乐趣，索性退坑不玩了的可能。因此买车前一定要三思，多做功课，想清楚真正适合自己的车型。新手入坑首选硬尾山地或者平把公路，价格实惠，入门门槛低，不建议新手直接玩弯把公路。公路车几何决定了用户骑行的姿态比较激进，且高端公路车往往是碳架，高速摔车可能直接导致车架断裂或留下暗钉，换车成本还是让人很心疼的。山地车、公路车应对的地形环境和骑行体验是完全不同的。入门款山地车价格亲民还耐造，通过信号。山地车里分硬尾和软尾，主要区别在于有没有后避震和车架中部采用弹性易形变材料。硬尾兼具城市道路通勤和郊区轻度越野功能，而软尾能应对更复杂地形和颠簸路面，但只适合专业人士。骑行生也必须配备全套护具。不过山地车的品质也并不简单以软硬尾作为评判，是否带后避震主要取决于使用范围和骑行强度。按骑行场景分类，山地可以分为 XC、Trail、AM、DH。XC 对应的路面坑洼不平，起伏不算很厉害，主要以平路和上坡为主。Trail 林道应对的地形要比 XC 复杂一些，路面比较陡且有一定坡度的下坡。AM 应对的地形更复杂，路面更陡，坡度更夸张，对体力以及控车要求有点高。DH 高山速降，作为一种以刺激显著著称的终极运动，在一些欧美国家相当盛行。公路车的几何和零件配置都是为速度而生，车架零部件都很轻，骑行时更为激进，速度极快，适合休闲骑车友，可以简单理解为自行车里的跑车。但公路车也并不是越轻越好，而是也要考虑车架、轮组的刚性，一些极致轻量化配件对体重是有限制的，不能一味的追求轻而忽略安全可靠。公路车里又可以分为气动、爬坡、综合、TT、铁三等车型，适应不同的细分场景。比如气动架也叫破风车架，能尽可能减少风阻，并为了保持惯性巡航会偏重一些。在高宽轮组的加持下，骑行大 Pro 可以将平地速度拉上4到50公里每小时。爬坡架顾名思义适合爬山路，设计以轻量化为核心，气动效果会差一些。而气动架和爬坡架的结合体综合架诠释了什么叫我全都要。最具代表性的车型是闪电 S-Works、Tramac SL8， 它做到了气动和轻量化的统一，整车价格来到10万元。公路车什么都好，可惜就是价格太贵，5000只能算是入门价格，1万多只能说还行。公路车是没有脚撑的，因为很多车友为了减重用超能力上碳把、碳轮，一个脚撑好几百克，前面的努力全打水漂了。新手购入碳纤维车后也一定不要自行装脚撑，因为大概率本身没有预留位置，强行安装可能导致碳架后叉变形破损。脚撑支撑本身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，遇到大风天很容易被吹倒。而碳纤维的特点是纵向拉伸强度强，但侧向强度弱，倒地
地时的冲击力很可能导致碳架的暗伤，这是很难被检测和观察到的。碳架的管壁很薄，一点内部小损伤可能就会让公路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断裂，威胁到车主安全。如果是长途骑行，比如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川藏线，就可以看看旅行车或者钛合金自行车了。旅行车往往以钢架为主，因为钢架相比铝合金更耐金属疲劳，但缺点就是太重。旅行车有着更为舒适放松的车架体盒，对负重能力也有更高要求。钛合金的重量仅有钢的1/2，但强度重量却比各木钢高28.4%，疲劳极限也是钢的2倍，踢震能力也很强，被誉为自行车领域最理想材料之一。不少车友认为钛架是最适合长途骑行的，学云老师就是靠这台钛合金砾石车完成流浪中国的壮举。在骑行圈，钛架有着一钛永流传、一车传3代的美誉。可惜钛架的制作难度非常高，且原材料属于航空材料，价格昂贵，一般车友很难把握得住。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个知识点，如果你有单次骑行50公里以上的打算，最好看看你自己心仪的车型能不能配2个水壶架。多带1瓶水意味着骑行距离的大幅提升，这比任何部件升级都要来得更实用。妈妈，这个自行车好酷啊，能放2个饮料瓶。进行运动时，保持1个小时1瓶水的摄入量比较合适。不久前，吴磊新疆骑行的词条上了热搜，他骑行的打雷牌电助力官方售价29990元。电助力是近2年国外流行起来的新品类自行车，中置电机e-bike将电机安装在车架5通处，用起来跟传统骑行体验无差别，人力为主，电力为辅，但不同在于骑行起来更轻松，蹬一脚相当于过去5脚。在助力帮助下，通勤半径从传统5到15公里扩大到了10至50公里，20岁上不去的坡，40岁上去了。对于电助力自行车而言，电机是其核心技术和灵魂所在，决定了一台e-bike踩踏起来是否真的跟脚。因为如果电机算法没做好，一下子助力给太多，就会导致脚踏回转速度太快，有一种踏空的感觉；而助力给的太慢，又会有种蹬不动的拖拉感。选用什么样的电机，基本决定了e-bike是低端还是中高端。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，博主惊讶发现e-bike电机里面的龙头公司居然是一家来自江苏的上市企业，也就是八方股份。自2003年起就开始研究电机，2005年走向海外市场，耕耘了20年品牌和技术，凭借好口碑和优异的性能，终于在竞争最激烈的欧洲中置电机市场和博世、西马诺站在了同一水平梯队。国内 e-bike 领域，只有搭载八方电机的 e-bike 才真正符合中高端标准，如宇宙电动、布鲁莱斯等。其他电机品牌距离八方的技术积累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。不过小白买自行车最好别在网上购买，买自行车并不是一劳永逸，后续还有很多保养维护工作，能让车店老板解决，比自己折腾方便不少。第一次线上选车也极容易挑错尺码，不少人骑车是为了追求健康，但殊不知车架尺码选错，不但骑着不舒服，还可能造成运动损伤。车没骑多久，反而把腰和膝盖弄废了。二来在非官方网店买车，有几率买到磨马车，也就是车架号被砂纸磨掉处理过的车，可能是来路不明的黑车，或者经销商想赚钱跨区倒卖网售的产品，严格意义上是没有质保的。但这也不意味着所有线下门店都值得信任。买车就跟买衣服一样，有着不同大小尺寸，别信店员说什么买车大一点小一点都差不多。中国环法第一人继承当年在西马诺车队服役的时候，为了追求更轻的重量和更好的操控，选择了 XX 码的 TCR， 这是造成他16年退役后现在还留有伤痛的原因之一。所以选车一定要尽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。网上不少人说买自行车就应该一步到位，这点博主自己是不推崇的，毕竟一台顶级自行车不便宜，售价3到8万甚至15万不等。如果兴趣使然就入手，最后没有骑多少次就很可惜了。不过也别介意，有人说买高端自行车就是智商税的说法，我自己认为，如果你能在一笔消费中获得快乐和回报，那么再贵也不算智商税。当然，挑选自行车肯定也不能指望一台车能够骑一辈子，也不能指望一台车就满足全部需求。那么购买整车都有哪些注意的要点呢？首先，购买整车通常会看套件，套件指的是跟一台车传动、制动相关的所有部件，基本除去车架、轮组外，其他大部分部件都能叫做套件。在套件出现之前，自行车只有固定的齿比，无法适应不同速度和阻力，基本只能在平地骑行。而套件的出现将自行车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新高度，车友可以根据路况和体力情况选择不同齿比来调节踏频和输出节奏，让人可以骑着自行车征服一座座高山。目前套件行业的2大巨头是西马诺和速联，百年企业西马诺在全球市占率超60%，从入门到顶级各个档次都有对应的产品。因为自行车行业下游极其分散的特点，也让西马诺成为行业规则的制定者之一。一般而言，套件买不到假货，但却很容易被奸商文字游戏糊弄，卖你比较次的套件搭配。因此就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大套、中套、小套。比如小套，意思就是只有手变，前后拨用的是大牌，可能是西马诺，也可能是速联，但其他配件却是小作坊出来的不知名品牌。在5000到1万的整车里，有很多这样的套路，看起来性价比很高，贪图小便宜可能就上当了。只有大套才是指一整套的动力系统全部采用品牌部件，而中套、小套都有部分组件会使用其他品牌。博主自己经验，5000到1万的整车其实很多都很尴尬，他们往往会上很不错的套件，作为产品
品主要宣传卖点看上去非常划算，但搭配的却是入门级车架。真想要大幅升级，就得重新花费大价钱购置新车架组装。车架很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一款自行车骑起来是否舒服，也是其他套件能否完美发挥性能的前提。选择车架主要有3点原则：重量轻、强度高以及高刚性。轻意味着骑行爬坡更省力，强度高能让车架在各种严峻情况下都不出现断裂风险，刚性则跟力量的传动性能有关。在车架材质里，铝合金拥有可塑性强、耐腐蚀、重量轻的特点，不过由于传动性太佳，路面的抖动都很清晰反馈给车手，所以舒适性较差。而碳纤维的重量虽仅有铁的1/4，但强度却能达到钢的4倍，所以高端公路车包括竞赛车辆都会大量使用碳纤维。不过碳纤维由于制作过程繁琐，包括原丝的生产、碳化、编织成碳布，以及各种高温高压堆叠等过程，价格一直居高不下。如果是 DIY 自己的爱车，车架的等级配置可以稍微高一些，因为别的套件配置都是很方便逐步升级的，而车架定下后，大框架也就定下了。通常车架会占到整车价格的1/3的成本，后续打算换车架，不如索性组台新车了。升级自行车建议最先升级轮胎，带来的体验提升最为明显。一般外面购买自行车整车，轮胎都是品牌最好削减成本的地方，而换用一套好轮胎可以大幅提升骑行的速度、舒适性和操控性。其次是升级把带和把套，作为跟人手直接接触的地方，可以提供更好的减震和摩擦力。这里提醒新手，长途骑行一定要戴好手套，作为安全防护。当然有预算情况下，可以把铝轮升级为碳轮。相比同尺寸的铝轮，可以减重400到500克，这个提升还是很明显的。只要是购置较为昂贵的自行车，购买前都最好做一个 sizing 以及 fitting。sizing 是用来确立车架几何和把组尺码的，在一开始就知道最适合自己的精确车架尺寸，能少走很多弯路，避免车架买错了还要重新掏钱买的尴尬。fitting 距新手玩家有些远，是进阶公路车骑手准备上锁踏才考虑的。通过测量各项身体数据，找到最适合骑手的车辆设定和骑行姿势，减少运动磨损。fitting 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，对应不同等级的服务。另外 fitting 是定期做的测试，不是一个数据拿来用几年。我们大部分观众不需要跑比赛，因此可以看看这个软件，68块钱可以无限次数测试，作为指导辅助，我觉得已经够用了。车架尺寸的选择很复杂，要根据身高、胯高来选择，有条件都最好去线下专业的地方测量详细身体数据。网上也有不少车架尺寸的计算器，这里我向大家分享 Trail 杂志提供的一种方法，用胯高去乘以 0.69， 不同品牌也有自己官方推荐的尺码表，这个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。女性买车最好都去线下看看，因为目前还没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女性选车标准，如果直接用男性选车的公式去计算，误差可能非常感人。在博主看来，1万块的自行车跟10万块钱的自行车，纸面性能上的差距真的远没有价格差距那么感人。毕竟大部分人也不会骑着爱车去打比赛，也没有波加查、康塔多那样的功率，更多的还是自己独享自由的一种方式。当你穿梭于城市的街头，或驰骋在郊外的小路时，每一次踩踏都是自我与世界的一次对话。攀越一座座高山，风声在耳畔叮咛，而你也真真切切的活在此时此刻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真的是非常用心的一期。后续博主还会做更详细的公路车入门指南与骑行装备入门指南内容，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，也务必给我一个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